青年拜螳螂为师学习武功，通过模仿螳螂的动作演化拳法，取其捕蝉神态，一招一式暗合武学精要，再配以特制木桩反复练习，日夜苦练下，竟还真的自创出一套螳螂拳。青年名叫韦峰，乃是御书房学士之子，自幼饱读诗书，武艺高强，深受皇帝赏识，准备对他委以重任。时值清朝初年，反清势力层出不穷，皇帝得到线报，江北田氏与平西王暗中互有联系，意图反清复明，遂派遣韦峰前往搜寻反叛证据。临走前设下期限，若是1年之内未能复命，则全家都要满门抄斩。不得已，韦峰只能赶往田家镇。待他来到田家五羊庄，正碰见一个刁蛮女子将教书先生扫地出门。韦峰早有耳闻，此女便是田家大小姐芝芝，向来不爱读书，爱练武，曾经1年打跑18位教书先生。但山人自有妙计，韦峰先是故意言语挤兑她，接着趁热打铁，欲擒故纵，不仅让芝芝乖乖称呼自己老师，也借此成功进入了田家。但名门望族自然家规严格，田老太爷当场告知韦峰，凭他的身份，除了书房与后院之外，其他地方一律禁止他入。韦峰无奈之下，只好隐藏自身武功，当好一个教书先生，等待时机。只是芝芝天性散漫，读书学习丝毫提不起兴趣，但只要跑出书房，立时便神清气爽演练武学。对此，韦峰自有应对之法。他声称读书可以让人增智明理，妙用无穷。说完还要演示一番，只见他折下一段竹枝，将一片竹叶递给芝芝，让他扔到对岸。芝芝自信满满，却迎来当头一棒。韦峰则用竹枝将竹叶串起，随手一送，便丢过廊桥。这下芝芝也不敢小觑读书的智慧，只是写出来的字依旧不堪入目。对此，韦峰只好手把手地教他写字。孤男寡女本就容易日久生情，再者韦峰仪表堂堂，更是容易引起少女的爱慕。不觉间，芝芝便已对他芳心暗许。但韦峰从未忘记自己的任务，如今历经数月，总算让田家对他放松警惕。这夜，他寻到机会来到别院，别院守卫果然森严。韦峰刚要进门，就被护卫田中击倒在地。面对田中的质问，只好声称自己是外出散步，不小心闯入此处。然而此番话语怎能打消对方疑虑？田中还是将此事上报给老太爷。本着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原则，老太爷当即就要除掉韦峰。原来朝廷所得消息不错，田家的确是反清复明活动的领头人。既已得知韦峰多半是奸细，自然绝技不可放过。芝芝不愿相信，极力劝说，但老太爷依旧是不为所动。眼见苦求无用，为救心上人，芝芝只好祭出大招，谎称自己已经与韦峰暗结连理。闻言，老太爷责备芝芝糊涂，但毕竟是自己最疼爱的孙女，老太爷无奈只好妥协。不过条件是韦峰必须入赘田家，且终身不得踏出五羊庄。次日便为两人筹办喜宴。为求活命，韦峰别无选择，只能接受。如此又是数月过去，韦峰的家人都已被革职入狱，韦峰迫不得已，只能再度暗叹。因他成为田家姑爷后，一直安分守己，田家便对他放松了警惕。如此，韦峰轻易就探查到田家密谋造反的消息。待众人离开后，潜入房间，将密信盗走，准备以此作为证据上报皇帝。密信到手，就该考虑如何离开田家。韦峰直接求见老太爷，言称想要带芝芝回家看望父母。此言一出，几位田家族叔已是面沉如水。未料老太爷却是悠然一笑，准许他明日拜过五祖后便可离去。韦峰喜出望外，却不想将此事告诉芝芝后，芝芝却是泪流满面。原来这所谓的拜五祖，并非拜祭祖先，而是要闯过5名高手所设关卡。自拜五祖设立以来，田家无人能过，意味着老太爷已是对他起了必杀之心。芝芝想到，反正去留皆是要死，不如趁夜动身，出其不意，或许还能搏出一条生路。随后，两人皆是换上轻装，韦峰趁机将密信放入芝芝的玉佩中，两人即可动身，却不想田家已是严阵以待。第一关由田中把守，手持钢叉舞得虎虎生风，一身横练功夫不容小觑。但芝芝毕竟是自幼习武，韦峰也不再隐藏武功，悍然出手，夫妻同心，轻易闯过关卡。第二关守将乃是田家四叔，
一手武唐刀迅捷有力，两柄长刀轮舞起来急如奔雷。但他的脾性向来急躁，韦风两人抓住这一弱点，使出激将法，不断用言语刺激他。四叔果然中计，挥舞长刀跟在两人身后紧追不舍。来到下一关卡时，一根长枪直接将他拦下。按照规定，守关者不得闯入其他的关卡，为此四叔只能悻悻离去。而这一关是芝芝的母亲镇守，一杆长枪如蛟龙出海。俗话说，枪为百兵之王，田母的枪法更是浑圆自如，攻势变换连绵不绝。经验稍逊的两人一时难以招架，各自被一枪戳在身上。但让两人惊喜的是，枪头竟是蜡枪头，这表明田母有意放水。两人因此来到下一关，守关之人乃是田家三叔，一柄斩马刀霸气绝伦，挥舞起来足以力劈巨石。以韦风两人的本领还是难以匹敌，于是护女心切的田母直接在旁助阵，三人合力终是将三叔制服。而最后一关则是由老太爷亲自把守。芝芝苦求老太爷放两人离去，但老太爷一招夺过玉佩，显然没有任何商量余地。两人只好从兵器架上取来短剑应战，因为老太爷的武功名为形影相随，一步之内令对手无法脱身，乃是极为上乘的贴身缠斗绝学。两人以短剑相斗，才有取胜之机。只是老太爷武艺早已登峰造极，哪怕两人武器适配，也唯有落败。察觉爷爷就要对韦风下杀手时，芝芝赶忙死死抱住老太爷大腿，好让韦风得以脱身。老太爷震怒之下，竟是失手将芝芝打杀。再看时，已是追悔莫及。韦风心中悲愤，但心知不是对手的他，只好翻墙逃离田家。田家在后紧追不舍，韦风将稻草人背在身后抵挡箭矢，跳下悬崖制造假象，逃得一命。如今妻子身死，藏在玉佩中的密信也未能到手，韦风心中悲愤，胡乱撒气，无意间捉到一只螳螂，几度挥手却也难以甩掉，这不正与形影相随不谋而合吗？随后他仔细观察螳螂的动作，将其融入自身武学，不断推演。荒野无人处，他醉心习武，终于自行开创出新的武学。武功大成的他回到田家，这次他要为自己的妻子复仇。首先面对的还是田中，持棍上前与其对拼。这一次他的武功更进一步，勾手自行劈断木棍，借机一招结果田中性命。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三叔的斩马刀，韦风以三节棍应对，随后将其引入走廊相斗。走廊狭窄，斩马刀难以轮转自如，而三节棍却能不受限。韦风借此再斩一人。行至深处，四叔的长刀随之而来，脾性暴躁，刀法迅猛依旧。韦风假装不敌，将其引入院中竹林。时节刚好，林中满地皆是竹笋，四叔的武唐刀需要翻滚在地后才能发挥威能。如此一来，处处受制，心神大乱，不多时便命丧于韦风刀下。几经周折，终于和老太爷碰面。老太爷对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，当即使出看家本领，形影相随。不成想，韦风当即使出自创的螳螂拳，手成钩形，轻易将他的烟杆夺走。这可让老太爷颇为意外，当即使出全力，迅猛攻来。但韦风的螳螂拳长短兼备，刚柔并济，一招一式尽显螳螂迅捷灵巧之势，攻势如潮水般连绵不绝。不多时，韦风制住老太爷双腿，以螳螂捕蝉之形将其牢牢牵制，随后再以捕杀绝招将老太爷开膛破肚，终是赢得胜利。之后，韦风带着密信回京面圣，父亲也已官复原职。岂料就在谢恩之时，事情发生了惊天反转。谢万谢大明朝，原来韦父竟同样是反清志士，屈身清廷，只为等待时机。自己的儿子却被逼害死同道。为表谢罪，他早已在父子两人的酒中下毒，一场难以言说的悲剧也就此落幕。